是4月份跟我写了封信回来，就先从互联网实施开始，写了很长的几篇信。这个他们如果这个同学组织起一起悼念5.18，参加5.18的纪念，最后，他们写了一诗词啊，这类的，这信呢，当然很多年了也寄不到了。看了信了过后，确实有诗有很多的诗词。当时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我是站在我的这个家长的角度啊，我说你不要轻易参与这类政治运动啊，我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共产党，我说我是给共产党30-40年的教育了，看到了历日来的政治运动，对待那些不同意见的人，给反对他们，就是不同意见，当时不称之为是反对他们的人，采取的手段是极其残酷，毫不留情的。我说你参与不得啊，参与了你就遭到更大的打击和这个甚至于灭亡。出于家长对孩子的爱心所以像我们儿子从一个小小的四川的偏远县城，能考到人大，心性啊，考到人大也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当年是解放40来年了，只有他第一个考到北京人大。考进人大的，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事情呢。读书很努力吧？不努力。啊？不是十分努力的。不是很努力的，但是很聪明。很聪明。他基本上是过目不忘。是吧？他看了一段他就知道。是吗？这孩子真的是。当时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我说你最好是不要去参与这个事情。所以我给他妈妈那个遭受多年的看到政治运动的打击，在我们心目中留下很深的一个烙印。我就很告诫了，这个事情是很郑重的，一直跟他讲，千万不能去参与啊。您在文化革命受过冲击。都说看到那些这个街上的两派反解放的，还有四清运动啊，这个反右啊，我们这都经历过，晓得不？包括小的时候我们当儿童团也斗地主、斗葫芦啊，这些都参加过，晓得不？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运动以后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因为觉得说给我们打个招呼，讲一讲我们的经验，我们看到的这些了解，希望不要参与。结果信息起过，当然他就没有回信，也没有理我，也没跟我们这个认为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也去参与了。然后妈妈就跟我说，他说年轻人不可能不参与，有些事情是管不了的，让他们去感受下教育也好，政府在统治我的，是这样子我就得到消息。然后就隔了一天我就买了票到北京去。到北京去后来呢，那个北京组织了那个学校的党支部副书记姓张嘛，不懂啊。还有几个学生来接到我们就安排的招待所，因为到了北京我都比较晚，又没交换啥子意见，只是叫我们注意好好休息。第二天过来找我们谈了是这个我们出事的前，就是当时出事的头天晚上，这个班主任跟习总支副书记，让我们教室他们寝室里头去给我们打招呼，今晚上你们千万不要出去，本来我不同意你们在小学里打麻将，你们可以打麻将，我今天部队已经开枪要镇压。习总支书记刚刚一走，我们推起他自己就跑，背起照相机就跑了，亲自那就看到现场，拍照。这后头是这个第二天，他们老师陪伴我们交换了一样，走了过后呢，这就是他们同学跟我讲的。其中有一个同学员李学东，因为他后头，我刚去世过后，他在北京陪我们就给我讲了很多，参加了这个绝食行动，就是了5天5夜。后头从最初开始的游行，他都参与了，而且拍了很多照片全部被没收了。
他们如果参加了这个游行啊，这个确实啊，交了500分，5万公是他们人大的筹委会，就是学生会的筹委会的这个，筹委会的这个就是了5天，这个回来过，喊他检查身体，他不去，他说我没得事的，早上上课，早上耍，这个就是了回来过后，不是已经基本上解散了，解散了过后，他就给我发了个电话来，他说他准备回来，准备骑自行车旅游就回来，然后考察就回来，他说明天在那些给你弄，只需要200块钱。我是5月31号接到的电话，然后我马上就在这当地邮电局给他汇了200块钱，但是到了北京过后，这笔款子一直没收到，所以说最后交换了意见下来过后呢，就问我有啥要求，我说我有2点要求，第一个要求呢，我这个孩子呢家头上有姨，还有奶奶，还有姑姨啊、娘娘啊那些。如果他们都没见到，我说我要求呢，我自己出钱，这个请个冷藏车把他运回四川。当时就带我绝对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化。他说我这个无法办，我让你第2条，我说我的孩子呢要全身清洗，全身洗干净，他是干净来的，干净去。我说劝我换白衣服。戴帽子，带孩子，因为我说他因为没结婚，是从我们的老家风俗习惯来讲啊，他就是孝子贤孙，这一条是给我办的，需要还逼要我们到八宝山去，我说我不同意，我说既然我儿子已经出现了这样子情况，我要亲自把他送走，我他妈妈也亲自坐到需要车子把他送到八宝山。这个从北京回来以后，就在家的门口小店的门口撒了个铃铛。当时有很多人在小店的门口，等于不是一个铺面嘛，一个铺面嘛，就大街上，大街上设了个灵堂，设个灵堂嘛是这个小县城，它每逢2，它叫逢集，赶集的人呢很多，都来观看嘛，当然骂的很多噻。最后这个很多学生，包括原来这个地方有个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是太极队，这个太极花拳来悼念。还有他的原来高中的同学也来悼念。那您不怕那个可是那时候可是全国白色恐怖啊？我根本不怕，根本没想到我害怕，因为对这些事情我是见惯不惊了，根本对于他们来讲，一般来讲他不会来这样北方人来讲来麻烦我。他如果麻烦我了，我肯定要跟他闹。那当地政府没干涉吗？当地政府不敢来干涉，因为我这个事情是才开始没干涉。我这个事情是全县都知道的。开始是没干涉。听我说嘛，全县都知道的事情，这个全县都很同情。反正我们从95年开始，就是那个向人大常委会写信，要求对这个六四的问题，我们也不是3项诉求嘛，就说。那你们怎么看那个3项诉求？3项诉求，问责嘛。一个是问责。真相嘛。要求真相。平反嘛，赔偿嘛，就是。3项诉求。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我们是这个100多名男人说，是代表了全中国很多人和全世界也大部分人的这个要求。只能说我们是。这个要求已经是提了这么多年了，当然我们已经24年了，对我们来讲，也是可能是还活到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但这个要求我们是不会中断的，这个要求是永远都会，这一代不行还有下一代。对现在政府不抱任何希望，但我相信，不是经常网上我要不要看到啊？要不要你评判是另一回事。实际上。找得全世界人民给善良人民心中早就平反了，只能说你的形式上，当然作为我们来讲，心头老实也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正面的，不能够好像是真正的扬眉吐气的事，所以说我们还就是一块石头，总是一个石头压到的，
沉甸甸了，晓得不？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你看你能够给我们拖好久，总有一天要走上这条路，总要走到底的人。那你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呢？对共产党认识咋说呢？假得很。哦，一句话不，相信共产党，信任何人话都可以，不能相信共产党。千万不能信共产党的话，就是。就这句话。